话说广州城里有个漂亮尼姑，全城的贵妇太太们都抢着请她回家过夜。可一条恶犬被牵进公堂之后，满堂的人全愣了。这一切还得从那个忽然在广州城出了名的漂亮尼姑说起。闲来无事，听一段书。列位，今天讲的这桩怪事出在旧时的广州，城里有个叫董师秀的尼姑，在当地那可是个名人。这董师秀长得确实出众，皮肤白净，五官清秀，看一眼就让人觉得这尼姑不仅有佛气，还有一股子灵动劲。她平时话不多，化缘也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从来不贪图香客的钱财。街坊们看在眼里，这尼姑是当真在修行，半点俗气不沾。那个时候广州城的百姓都很迷信，一看到这么一位清丽脱俗又不爱钱财的尼姑，心里头就多了几分敬重，觉得她定是哪位菩萨转世来渡人的。董师秀不光是长得好看，手里还有真本事。他那一手针线活在全广州都是数一数二的，绣出来的花鸟鱼虫跟真的一样。除此之外，他对佛经咒语也是烂熟于心，讲起经来头头是道。正因为这身本事，城里那些当官的、做生意的、家里女眷都爱请他过去。太太小姐们请他去，一是学刺绣，二是听念经。董师秀在这些富贵人家进进出出，大大方方，不扭捏，主人家都乐意留他多住几天。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人人夸赞的热闹底下，藏着一个叫人不敢相信的大秘密。董师秀在富贵人家很受欢迎，但他这人有个怪脾气，他从来不攀权附势。如果主人家表现出哪怕一点点的怠慢，他二话不说，拎起包袱就走，架子端得高高的。他平时最喜欢往那些寡妇家里跑，不是在这一家住半个月，就是在另一家留宿10来天。他教这些寡妇念经拜佛，教他们如何吃素修行。那些寡妇守了寡，日子孤得很，跟董师秀一来二去，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闺中密友。大家为了留他多住几天，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简直把他当成了家里的主心骨。最让人奇怪的是，董师秀晚上睡觉从来不避嫌，总是和这些寡妇同床共枕。在外人看来，这是姐妹情深，是一起研习佛法。可实际上，这已经踩在了当时礼法的边界上。那些寡妇对他依赖到了极点，哪怕是在别家住着，也会隔三差五派人去请他。走得这么近，日子久了，自然有人犯起了嘀咕。广州城虽然大，但闲言碎语传得也快，有人就开始嘀咕，一个出家人天天混在寡妇堆里不出来，这事儿怎么看怎么透着一股邪气。可他生得好看，手艺又巧，大家嘀咕归嘀咕，终究没往下追。就在董师秀名声最响的时候，一个叫胡宗用的年轻人出现了。这胡宗用是个血气方刚的后生，平时也没什么正经事儿做。他偶然见到了董师秀，立刻就被她的美貌给迷住了。在他眼里，这哪里是什么尼姑，分明就是个绝色佳人。胡宗用这人胆子大，心想他天天在外面走动，肯定不是那种死板的人。打那以后，他到处找机会接近董师秀。无论是董师秀出门化缘，还是去往富人家的路上，总能看到胡宗用在后面尾随的身影。他心里盘算着，非得把这尼姑弄到手不可。机会说来就来了。有一天，胡宗用趁着四下无人，冲上去一把抱住了董师秀，嘴里说着各种污言秽语，想把他给办了。
董师秀虽然是个出家人，但力气似乎也不小，他拼命挣扎，坚决不从。俩人在那个偏僻的小巷子里纠缠了好半天。胡宗用见硬的不行，就开始动手动脚，手在他身上到处乱摸的时候，突然碰到了一个让他惊掉下巴的东西。那是一处不该长在女人身上的东西，硬邦邦的，个头还不小。胡宗用整个人都愣住了，这一下他彻底醒了。胡宗用回过神来，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打死也不敢信。他心想，这董师秀居然是个男的，一个大男人，装成尼姑，天天睡在那些大户人家的后院里，睡在那些寡妇的被窝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广州城的脸都丢尽了。胡宗用越想越觉得后怕，也越想越觉得愤怒。这哪里是尼姑，分明是披着袈裟骗人的妖魔。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多少寡妇的清白都毁在他手里。于是他第二天一早就冲到了广州府，要把这个假尼姑的真面目给掀开。他在公堂上大喊大叫，说自己撞破了一桩天大的案子。胡宗用的状词写得杀气腾腾，直接指控董师秀是男扮女装，出入豪门，私通民妇，十恶不赦。广州府接了状子，立刻把这个案子交给了行管的彭节斋去办。彭公是个办事严谨的人，他一听这案情也是大吃一惊，他立刻下令派人去把董师秀抓回官府审理。没过多久，还在某位阔太太家里喝茶的董师秀就被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给锁了起来，直接带到了公堂之上。这事儿一眨眼的功夫就传遍了全城，老百姓们纷纷围在官府门口，想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都想知道这个貌美如花的尼姑到底是不是个男儿身。公堂上，董师秀哭的那叫一个冤，他哭得梨花带雨，不停地辩解说自己打小就出了家，明明就是个正经的女儿身，怎么可能是男人。他还指责胡宗用是因为调戏他没成功，所以才故意编出这种弥天大谎来败坏他的名声。彭公看着这个清秀的尼姑，心里也犯了嘀咕。为了查明真相，他找来2个专门负责验身的稳婆，带董师秀去后院验个仔细。这种事儿在当时非常严肃，如果真的是男扮女装，那就不只是骗人了，欺君不说，连带着整座城的脸面都挂不住。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着稳婆的回报。没过一会儿，2个稳婆从后院走出来汇报，俩人一口咬定检查过了，董师秀确实是女儿身，身上没有任何男性的特征。彭公一听，顿时火冒三丈，转头就要惩罚胡宗用诬告。胡宗用一听稳婆说她是女的，简直要疯了，他在地上连连磕头，大喊冤枉。他说自己当时亲手摸到的东西绝对不会有错，他甚至不顾体面，大声质问稳婆，说那东西当时长得又大又长，难道这一会儿功夫就能变没了不成？彭公手都抬起来了，正要拍惊堂木结案，可一看胡宗用这个架势，心里又犯了嘀咕，这人说话的样子不像是编的。彭公盯着那2个稳婆，劈头就问，是不是收了董师秀的钱，所以才故意帮他隐瞒真相？稳婆们吓得够呛，赶紧跪下赌咒发誓，说绝对没有受贿。其中那个年纪比较大的稳婆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抬头对彭公说，自己以前听过一种传闻，她说这世上有一种极其罕见的二形之人，外表看起来是女的，也能像女人一样生活，但身体里其实藏着男人的器官。这种人平时看不出来，得受了某种刺激，那男人的东西才会现出来。这话一出来，在场的人全听傻了，谁也没听说过还有这样的事儿。
老稳婆出了个奇招，她说要让董师秀仰面躺下，然后准备一些浓浓的盐肉汁，涂抹在他的私密部位。涂好之后，再找一条狗过来去舔那个地方。老稳婆断定，如果董师秀真的是那种二型人，被这么一弄，身子一激，里头藏着的男根就一定会现出来。彭公一听，这什么歪门邪道，可为了查案也顾不上了。他立刻下令让人去准备盐肉汁，并找来一条凶猛的狼犬。官府后院的气氛一下子诡异了起来，在场的人大气都不敢出。就在后院的那个小房间里，一场叫人头皮发麻的查验开始了。董师秀被强行按在那里，稳婆小心翼翼地涂抹好了肉汁，接着那条饿了半天的狼犬被放了进来。当那条狗开始舔食的时候，不敢想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董师秀的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剧烈颤抖，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像乌龟探头一样的东西居然真的从他的身体里伸了出来。这个原本长得娇滴滴的尼姑一下子变成了不男不女的怪物，在场的人全都吓得连退好几步，谁也没见过这种场面。这回没话说了，胡宗用没撒谎，这董师秀真的是个二型人。彭公一听，勃然大怒，他在判词中写道：上天造人，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阴阳分明。可这董师秀居然身带二型，不男不女，这简直就是祸乱纲常的妖孽。他想起董师秀这么多年来在广州城那么多大户人家出入，睡了那么多寡妇的床，这受害者简直数都数不过来。在那个讲究礼教的年头，这种事儿就是不折不扣的死罪。再看董师秀瘫在地上，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清高模样，整个人抖得跟筛糠一样，等着发落。判决很快就下来了，彭公命令衙役在董师秀的额头上狠狠地刺上二刑2个大字，这辈子都别想摘掉妖物的帽子了。接着当众重打他60军棍，棍棒打在肉上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官府，围观的百姓拍手叫好。打完之后还要给他戴上沉重的枷锁，在城门口示众10天。最后这董师秀被发配到了崔峰军的军营里，终身作为军奴，这辈子算是交代在里头了，永远别想翻身。那个曾经风光无限、受人敬重的漂亮尼姑，就这么从云端跌到了泥里。董师秀的下场够凄惨，但更惨的是那些被他牵连的人，请过他的富贵人家，个个灰头土脸，出门都抬不起头。听说还有几个寡妇熬不住闲话，直接寻了短见。这桩奇案在广州城传了很久，成了老百姓茶余饭后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大家怎么也想不通，一个披着袈裟的人怎么能把半个城的女眷都给哄住了。说到底，人都有看走眼的时候，看着那张脸就把别的全忘了。案子是结了，可这事儿留下的疙瘩在广州人的心里盘了很久。这案子里头其实缺了谁都不行，没胡宗用那一通乱摸，董师秀8成还睡在各个豪门后院里，日子照样舒坦。没老稳婆那个邪门的法子，这案子多半就成了一桩冤案。胡宗用得蹲大牢，董师秀继续当他的尼姑，一条狗就破了这么大一个局。放今天来看，这验法又荒唐又残忍，可在那年头，官府手里也就这点本事，那时候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尽了全力了。董师秀在军营里的日子肯定是不好过的。据后来的传闻说，他在崔峰军中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儿，而且因为额头上的刺字，
他成了所有士兵嘲笑和欺负的对象。那时候就是这样，额头上刻了字，你这辈子就不是人了。这案子后来被收进了笔记小说里头，成了后人嘴里常说的前车之鉴。那些大户人家也从此立下了规矩，绝对不允许这种来历不明的僧尼随意在后院留宿。这股风气在广州持续了好一阵子。故事到这儿就讲完了。董师秀这一辈子，从人人敬着的漂亮尼姑，到人人追着打的二行人，翻过来调过去，全因为那天巷子里的一只手。这么一桩案子，把人心、肉身，还有那时候的律法，全都搅在了一块儿。你看看谁干净呢？在那个年头，但凡生得跟别人不一样，路就只有一条，往下走，走到没了影为止。广州街头那个化缘的清秀影子，早就散在了风里头，留下来给我们听的，也就是这么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旧事了。闲来无事，听一段说。本期明代奇案录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